以前調侃說呀，睜眼就能創造世界，閉眼就能毀滅世界，這是我們以前的調侃說法。但現在的三哥是貼個標就可以創造世界，能創造一切了。買了一台中國的機器狗，貼了個標就成了 Made in India， 還在 AI 峰會上大吹特吹，結果當場翻車，連印度阿三自己人都看不下去。怒怼，這是丟盡國家的臉面。Controversy rocks AI summit, university thrown out for fake claims. An Indian university was showing off a robotic dog, the Galgotias University near Delhi. They called the robot Orion. It was doing all sorts of stunts at the pavilion, sitting on two legs, dancing around and doing somersaults, so naturally it got a lot of attention. Even the Indian government and the IT minister posted pictures of it. The university claimed that they had made this robot, that it was developed at their so-called Center of Excellence. Guess what? This robot was actually made by a Chinese firm, a firm called Unitree. Such robots are already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So Galgotias University basically imported this robot from China and they tried to pass it off as their own. 更是離譜他媽給離譜開門，離譜到了家。但你仔細品品，畢竟是三哥嘛，他們師婆的精神就是睜眼創造世界。人家只是把自家神的理論發揚光大而已，寬恕他們。今天啊，咱就好好嘮嘮這魔幻的機器狗造假事件，扒一扒印度造假的老底兒，再看看中國科技啊，憑什麼能讓世界刮目相看，讓你明白什麼叫真正的日新之謂甚德。大家好，歡迎來到老友記，我是大釗。話不多說，先看這起翻車名場面。2026年印度人工智能影響力峰會上，新德里附近的加爾各蒂亞斯大學那叫一個風光呀！他們搬出了一款名叫獵戶座的機器狗。這隻狗子啊，能雙腿站立，能跳舞，還能翻跟頭，當場呀就驚豔了全場，連印度電子跟信息技術部長都忍不住發社交媒體炫耀。台下呀掌聲雷動，鏡頭咔咔閃。那場面仿佛印度已經站在了全球 AI 技術的頂端。該校教授啊對着鏡頭侃侃而談，說這是團隊歷經數月研發的成果，是學校卓越中心的心血之作，那叫一個言之鑿鑿。結果呢，網友的火眼金睛可不是吃素的，一眼就看出來，這隻機器狗啊根本就不是印度造的，而是中國企業 Unit 3的產品，早就公開在市場上售賣了。簡單說呀，印度大學就是花了錢買了貨，貼了個獵戶座的標，就想當成自己的研發成果。更魔幻的是啊，謊言被戳穿以後啊，校方的操作直接讓全網笑噴。他們嘴硬說這是溝通失誤，是把已開發跟開發中兩個字給搞混，還說呀自己是滿懷熱情做事兒，只是表達不流利。只能說呀，這借口找的就像紗布擦屁股，給我露了一手。這視頻呀，反覆看了800遍。教授明明白白說學生自主研發的，現在呢卻甩鍋給用詞不當，這不是把所有人當傻子嗎？果不其然，連印度人自個兒都不買賬。知名女主播甲亢姐直接開懟，印度反對黨國大黨更是直言，這事兒讓印度在全球淪為笑柄，是一場混亂的公關鬧劇，給印度的科技形象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害。眼看輿論壓不住了，印度官方的操作更絕，直接拉了大學展廳的電閘，現場呀瞬間一片黑。三哥三嫂們當場蒙圈，這波斷電式遮羞，屬實是把魔幻進行到底。最後啊，大學頂不住了，發了個道歉聲明，結果呢，還把鍋呀全甩給宣傳老師，說老師啊沒搞清楚狀況就胡說八道。這波甩鍋操作直接引來印度網友一片噓聲，大家紛紛表示啊，連道歉都沒誠意，這造假的根兒呀，怕是爛透了。而印度媒體的反應更是讓人大開眼界，有媒體居然輕描淡寫說這只是小事一樁，不值一提。當然，有正經印度媒體自己都羞愧地表示，在向國際社會展示科技實力的關鍵時刻，出了這種學術不端的事兒，無疑給唱衰印度科技的人遞了刀子。但話說回來，這真的是別人故意唱衰嗎？顯然不是啊，因為印度的造假早就滲透到各個領域。就連生死相搏的空戰，他們都敢造假、吹牛糊弄人。去年的5718空戰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咱再回味一下這場讓印度把造假飲血玩出花的5718空戰。2025年5月的這場空戰，本是印度想靠着所謂萬國牌裝備秀一波肌肉，結果呢，實戰中被巴基斯坦摁在地上摩擦，陣風戰機被擊落，
作戰體系全面拉垮，妥妥的慘敗收場。可印度偏不承認現實，反而把造假的本事發揮到了極致，硬硬的把一場慘敗吹成了自1971年以來最具決斷性的勝利，甚至派出了胜利宣讲团。印度空军参谋长阿马尔辛格在空军建军紀念日上，當着全軍的面侃侃而談，宣稱印度在這場空戰中擊落了巴基斯坦10架戰機，包括5架 F-16、4架梟龍，還有1架幻影3，甚至還吹牛逼說用 S-400防空系統在300公里外擊落了巴方的薩博預警機，把這款俄制系統吹成了遊戲規則改變者，還說巴方被打得跪地求饒。為了讓謊言更逼真，他還列出了一堆所謂的戰果，聲稱摧毀了巴方的雷達站、指揮中心、跑道機庫。那說詞聽得印度官兵熱血沸騰，仿佛真的打了一場大勝仗。可現實呢，是他們拿着自家的法制4代半陣風戰機攔截了巴基斯坦的數枚霹靂15導彈。這個確實贏了。他們所謂的精確夷平軍事設施，全都是印度的嘴炮輸出的。面對外界的質疑辛格很大言不慚地說，因為戰場在巴基斯坦境內，對方搞輿論管制，所以看不到證據。這話看似滴水不漏，實則漏洞百出。印度被擊落的戰機墜毀在自家境內，怎麼就管不住輿論？戰機殘骸的照片全網飛。更搞笑的是，這已經是印度官方第5次改口戰報，從最初的擊落1架到後來的5架，再到10架，短短5個月，擊落數量翻了10倍。主打一個只要我吹得夠狠，假的就能變成真的。說到這兒，肯定有朋友問，為啥印度的造假風氣這麼嚴重？其實印度本地的教育學者早就點透了關鍵。印度的問題從來不是缺少規則，而是缺少真正的尊重知識、敬畏真理的學術文化。再多的懲罰措施沒有文化支撐，也只是治標不治本。更關鍵的是，印度的造假成本太低。就拿這次机器狗事件來說，涉事大學除了被要求撤展，發了個甩鍋的道歉信，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懲罰，既沒追責相關教授，也沒整改相關部門。這種不痛不癢的處理，只會讓更多人心存僥倖。反正造假被抓了也沒事兒，那為啥不試試？但他們忘了，時代變了，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撒謊的成本早就高到了難以承受的程度。放在10幾年前，印度大學或許還能蒙混過關，現場的人看不懂，看懂了也傳不出去，事後沒人追究。但2026年的今天一個展會現場的視頻，幾個小時就能傳遍全球，無數專業人士拿着放大鏡審視每一個細節，任何造假行為都逃不過網友火眼金睛，瞬間就能被拆穿。這次機器狗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企業的產品早就有全球知名度，想靠貼標蒙混過關，簡直就是不自量力。印度曾經還對中國的科技發展冷嘲熱諷，覺得中國的路走得太慢太笨了。現在看看到底是誰在走彎路？中國用實際行動表明，科技發展沒有捷徑，所謂的貼標造世界終究是黃粱一夢，唯有自主創新才是真理。道德經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末，9成之才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任何偉大的成就都始於一點一滴的積累，沒有憑空而來的成功，也沒有靠造假就能長久的輝煌。多看看隔壁中國科技的崛起，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實力。從被別人卡脖子到現在讓全世界刮目相看，靠的是自強不息的精神，靠的是腳踏實地的積累，靠的是守正創新的智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創新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傳承跟發揚。這個道理聽起來挺簡單，那麼你覺得三哥聽得懂？我是大钊，下期再見。